在米湖地区住了2个晚上之后，我们收拾行李，继续我们的环岛之旅。第一站来到了众神瀑布。我们现在到了众神瀑布，刚刚离开了民宿，然后就在15分钟的地方就到了众神瀑布。其实我觉得比起前几天看的瀑布，并没有说比较壮大，它不是说纯粹只看瀑布本身，而是它会沿着瀑布流下来的河走一段路。我觉得这样子看到的一些瀑布附带的河流景，我觉得也都蛮好看的，所以也是蛮值得过来走一走。然后它有2侧步道，可以从不同角度观看这个众神瀑布。众神瀑布的名字起源于传说1000年前，冰岛人改信基督教，当地酋长把北欧众神雕像全都扔进这条河里，众神瀑布因此得名。瀑布落差不算高，却呈半月形展开，像一条白色马蹄。走到底层观景台，距离水面不到10公尺，水雾就会迎面而来。建议2侧都走，东岸视角可以看到整个抛物线，西岸则可以贴近水花拍特写。离开众神瀑布后，我们到了附近冰岛第2大城阿库雷里吃了午餐，蛮推荐这家餐厅的。离开阿库雷里后，我们的环岛旅程也已经过了3/4。由于旅伴会在旅程的第7天一大早就先飞回德国，所以我们便一口气往西南继续开了4个小时。而我们这一趟的运气都还算不错，天气差的日子刚好大多在开车。在我们回到雷克雅未克之前，我们临时找到了一个感觉蛮酷的景点。OK， 我们今天一早离开我的住处，一路往西开了6个小时，然后到了我们住宿点，我们昨天临时发现这边有一个地穴讲解，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来参加这个，据说是全冰岛最大的地穴，可以火山地穴，然后现在来参加它的导览。听说在下面是常年0度到4度，所以非常冷。那刚好今天天气很差，反正我们进地穴也不会被雨到，所以很适合今天的行程。不错，现在我们已经要进入地穴了。Vidgermere 不只是冰岛最大，也是全欧洲最大的熔岩管洞穴，直径超过15公尺，总长约1.5公里，被称作冰岛地底的巨龙。在抵达洞穴前，我们会先穿越一整片荒凉壮观的火山盐田，脚下的黑色岩石其实都是当年熔岩流冷却后留下的痕迹，像极了另一个星球。入口处看起来就像地底裂开的黑洞。我们沿着木栈道走下去，一钻进去，气温瞬间掉到0度左右，冰冷又神秘。里头不只可以看到史前的熔岩墙、钟乳石和冰柱，还有许多色彩斑斓的矿物沉积。整趟只能跟导览团进行。出发前，导游会发给我们头盔和头灯，步行单程约1公里，某些路段甚至可能会布满水或冰，所以一定要穿防滑鞋才安全。But this cave is what we call a constructed cave and not a deconstructed cave. So constructed caves are constructed by the lava flow. So right now, if there was no lava flow, we would be floating in air. 过程中，导览员会介绍洞穴的地质成因。这是3800年前一场大规模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熔岩隧道。你可以看到熔岩流动后留下的熔岩瀑布痕迹、彩色石笋
还有特殊的熔岩钟乳石地形。这些壮观的地质景观都是冰岛火山活动的活教材。下面是冰，洞旁边都是冰块，非常的窄的隧道。哇！ Yeah, so what we have here is what we call the schmoogs. I still do not believe that's a real word, but everyone says that it is. So, okay. So basically these are formed because during the winter these caves they get quite cold. So there will be water dropping down and hitting the floor where all the cold air gets trapped to, and it will create these ice pillars. Then do you see any other colors up in the room? Red, Yeah, what could that be? iron, Yes, it's iron oxide, so rust. This wall, what could we call this one? Red Wall. The Great Wall, Mud Wall. Red Wall. Anything else? Lava wall. Does it remind you of something? Maybe something you could eat? Rope. chocolate. Yes, chocolate. It's the chocolate wall. I've had people with also interesting ideas, interesting names. We had a 7-year-old who I heard said it's the diarrhea wall. Kind of makes sense. People say it's the caramel wall. Yeah, makes sense. Candle wall. You see the sign where you would go. 我们现在人就在地底的洞穴里，非常非常暗。我们已经参观完导览，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它这个 cave 有总共1500公尺长，对，1.5公里长。那我们的导览大概走到900公里后就会结束。然后导览员在最后让我们把所有灯关上，体验所有失去眼睛视力的感受，全黑的感受，因为这边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光线，所以我们就在做安静体验，就是大家都不讲话，就会发现水滴声越来越大，因为大家的听觉也会越来越强，很有趣。然后他还讲了很多洞中的一些传说啊，有精灵的传说，或者是每一个地方的特征是怎么取名的，还有一些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细菌是 NASA 想要研究的，为了探讨登陆火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看看的，有时间的话。好，看到外面的光了。OK。很赞的这个，是全欧洲最大的，全欧洲，它不是冰岛而已它说全冰岛最大，也是全欧洲最大。就在我离开地穴的前一刻，传说中的地穴精灵似乎不忘捉弄我。我早上在阿库德里买的维京人戒指，就这样应声从我的手指滑落，掉入石缝中，成为了他们永远的收藏品。离开地穴后，我们到附近的 hotel 用过晚餐。回到旅馆前，我们再到今天最后一个景点——熔岩瀑布与 Barna Falls。这两座瀑布其实共用一条河，但风格完全不同。熔岩瀑布是地下渗流流出的瀑布，100多条细流直接从黑色熔岩层缝隙涌出，排成数百公尺长的水帘，远看像银白色薄纱挂在玄武岩墙。步道平坦，赏景只需要10分钟。
往上游走5分钟就可以到 Barnard Falls， 水流冲进天然石桥下，声音像火车经过。这段河道窄到只剩3-4公尺，水因此涌成蓝白色漩涡，非常震撼。经过一整天长途跋涉的我们，终于精疲力尽，回到民宿。OK， 我们已经刚刚去玩熔岩泡泡，不，熔岩瀑布。可以啊，去啊。今天已经开了5-6个小时的车，然后来到我们的在这个地方的住宿，长这个样子，是个楼中楼。直接个轮拖，直接这样轮拖。我在那边脱鞋子。哦，你在脱鞋子而已，我相信脱鞋子而已还好。他脱内裤，红色。OK， 好，冰淇淋时间结束。OK， 好，今天因为我猜大家舟车劳顿都很累了，明天一早回到雷克雅维克完成环岛1圈，期待。你的语气听起来的确不像长的，真的蛮累。结束冰岛6天的公路环岛之旅后，我们来到冰岛最经典的蓝湖温泉。蓝湖温泉位在雷克雅维克与机场之间，地热能发电厂旁的一池乳蓝色温泉水，是冰岛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远看像是蓝色牛奶，近看其实因为含有大量细雨矿物质，泡完肌肤真的会变得滑嫩许多。OK， 我们今天终于回到雷克雅维克，在6天内完成到冰岛1圈了。然后今天天气整个变得超级大，所以我们本来早上报名了要去赏海樱，也因此取消了。所以刚中午就在市区晃了一下，逛街。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Blue Lagoon，就是冰岛最有名的户外温泉。但是现在风真的大到不像话，我们其实站着怎么都很难站稳的。我现在很怀疑我们等一下进去后会有什么样的温泉体验，感觉有点恐怖。希望不会太冷啦，希望很好玩。对，因为票价真的蛮贵的。OK， 我现在已经进来Blue Lagoon里面了。它这边的设备非常的高级，只能这样说。因为一进去它就要求你一定要洗澡，然后里面已经配备好所有的感应式的沐浴乳、洗发乳之类的，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洗澡才能进去。然后一开始也不会给你毛巾，除非你要回去那个更衣室的时候才能拿他们的毛巾用。所以其实刚洗完澡出来会有点冷，这边要注意。然后一出来就可以看到旁边那边就可以进去Blue Lagoon里面，然后可以看到上面的地图，就是有很多区域，整体规模比米湖温泉大非常多。OK， 我们现在进来了，一开始就超热，水超热。我以为我被烫伤。对，但是很舒服。OK， 是的，真是金雕蓝湖了。哇，这池超大，人超多。今天天气又非常冷，但是在湖里面完全不会觉得冷。我们一入池就立刻被疗愈了，40度左右的水温在寒风中仍然非常舒服，水池也非常大，有的地方夜幕缭绕，有的角落静谧，想聊天、想放空、想沉思都很适合。浪真的超大，可以看到岩被吹得很响。除了泡汤以外，每个人的门票都有附上一杯饮料，可以在水中的酒吧点取。想要喝更多的话也没问题，只要在离场时付款就好。
来到蓝湖温泉，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这里经典的面膜体验，总共有4款，可以依照自己的门票种类领取，也可以加购。最招牌的就是白色的细泥面膜，可以深层清洁毛孔，敷完皮肤会超滑。接着是绿色藻类面膜，主打保湿修复，特别适合干性肌肤。还有含有火山矿物的黑色矿物面膜，敷完就会有一种清爽平衡的感觉。最后是火山磨砂面膜，带有细致颗粒，轻轻按摩就能去除角质。泡在温泉里敷面膜，真的非常享受。享受完蓝湖温泉带给我们的放松与疗愈，我们带着满满的能量回到雷克雅维克市区。那晚，我们与旅伴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海鲜晚餐，像是在为这趟壮阔旅程画下一个小小的句点。隔天，他们将踏上归途，而我们也准备迎接属于我们的最后2天冰岛行程。旅程走到尾声，心中满是不舍，但也更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刻。